灰色的花，没涂上色彩的花，等雨水一点一点一滴一滴落下，渐散开的火花，我在等它解开梦在眼前，模糊那一层黑纱，我看见的是橙色的梦啊。并肩远处就亮了光，站在路口抬头仰望，就快要升起的太阳，奔跑吧，朝着向往的地方去吧。灰色的花，没涂上色彩的花，当雨水一点一点一滴一滴落下，渐散开的火花，燃烧吧，所有的迷雾就在这一聚散吧，手指火把点燃天边的那片朝霞，不再害怕，人总要自己长大，就算被大雨一遍一遍狠狠冲刷，也想把我击垮，绝不倒下，奋力冲出阴霾，站在橙色天空下，我看见的是未来的回答。为什么放弃夏楠？因为我喜欢华清啊。那为什么喜欢华清？哎呀，反正我喜欢华清，你也去考吧，那儿的舞蹈系也很有名的。那不把握好这次机会，万一高考考不好，不后悔？呸呸呸！我才不可能考不好呢！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的。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，在很多时候都会犹豫不决。踟蹰不前，我走过很多弯路，错过很多美好，所以这一次，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主招生的机会，是想催促自己别再错过了。正值春光，我想和你认真的努力，认真的长大，不负此生，不负你。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，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。无论有多难，有多远。这次模拟考试的卷子，大家再看一下。模拟考试其实跟高考是一样的，希望大家趁着每次模拟，随时查缺补漏，调整状态。2周之后就是你们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了，大家再坚持坚持，完成最后的冲刺。好了，下课。谢谢老师。周周，我先走了。嗯，走吧。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哎呦，你走啊？题。走吧，先去等会儿。这次你的排名下降了很多，成绩也下降了很多。你看，之前很多题我都给你讲过，相同类型的题之前月考的时候你也都答对了，这次怎么错了？考试发挥失常是正常的，你看。凌晨也下降了不少，都跌到年级前50以外了。凌晨的成绩从年后就一直在跌，但是你的成绩一直在升啊。你要是觉得我干涉你，那我就不问了。我错了，周老师，这不还有一次模拟考呢吗？我一定继续努力，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这个给你，这个是我的政治笔记，里面有很多口诀，应该挺适合你用的。
你又熬夜了，你脸色也不太好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早上就晕晕的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大事。我们讲题吧，我先给你。你额头这么烫，是不是发烧了？走去医务室。没事，给你讲完题我就回家了。得了吧，我才不会相信一个高烧的人。再给我讲错了，我又没法提高了。宿舍还有东西要拿吗？没有的话，去完直接送你回家。走。哎，我的包。你自己能回去吧？那你走吧，我看着你走。周子萌，我只允许你病2天，2天后学校见。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保密。那2天之后我考你政治考点，作为回礼。喂？什么？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回去。小星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哎，你们搬什么呢？洋洋，让他们搬吧，过来。怎么回事啊？洋洋，你爸生意上突然出现了一点问题，资金周转不开，还有一些欠款，他在想办法。不过这房子可能需要先抵押出去，我们先搬出去。那我们搬去哪儿？我跟你爸先搬去老家。哦，他在书房等你呢，你去看看。走。回来了。爸。好，坐。你怎么样？啊，还好。你的舞跳得怎么样了？我还行。听说你之前参加了艺考，成绩不错。这是大学艺术生特长营的报名表。离高考不远了，现在这个时间开特长营的高校，就只有这么一家了。你如果通过了，高考就会容易一些。我艺考已经通过了，不需要这个呀。你有艺术特长可以加分，能够上一个不错的专业。张扬，我们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爸，我现在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。如果你还要选择的专业是舞蹈，那以后有什么前途？我能帮家里面赚钱呀，但学什么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你已经成年了，再这么任性下去是没有好处的。你记住，我和你妈都是为了你好。洋洋，如果您找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聊这个，那就不用聊了。以后我自己负担我所有的生活费和学费，不用你们管。洋洋，你的出租屋我已经给你退了，行李在你的房间。我放纵你太久了，现在的情况，我没有这个能力继续纵容你的胡闹了。你好好说话。你太过分了。洋洋，洋洋，你说这样他会不会更反弹啊？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跟他谈的吗？哎呀，
哎，洋洋，去哪儿啊？不知道，但反正要离开这儿。有什么需要打给我。洋洋。张扬，林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也在这儿吗？张扬，你来了，不烧了？不烧了，今天特别有精神。你怎么又开始趴桌子了？没睡好？不会是因为今天我来上课，所以提前突击的争执吧？那我考考你。有点困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哎呀，不行！你看，今天一天全是课，连课间操都有安排，想考你就只有这个早自习了。那我先考你个简单的。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的分配制度的必然性是什么？必然性。必然性。我在笔记上用红笔给你圈过的。啊，有点困，不记得了。那好吧，我先给你记着，我们换一道。实践的3个特征是什么？是社会的历史活动。对了一个，还有2个。哦，我不记得了。你再想想，这些都是最基础的，还没到真的题目呢。你怎么这么唠叨呀？我都说了今天很困，实在想不起来。我睡了。张扬，你别睡了，都快上课了。哎，这。谢了。庄杰去国外参加入学考试，我一时半会儿也联系不上他，所以想来想去，就只能厚着脸皮来找你了。不用谢，你说带利息还我，我才借你的。不过，你最近在搞什么鬼啊？不是说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吗？怎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又需要用钱，天天泡网吧里？不是泡网吧，是住网吧。住在网吧？今天宿舍没交钱，没法住，我的房子又被退租了，押金也没要回来。你这钱，我准备临时租个短租，到高考以后，这几天租到房子了，一切就能恢复正常了。好，希望你能一切顺利。周建芒知道这事儿吗？他真的很担心你。我会找时间告诉他的，但现在说怕影响到他。好吧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周子萌，你干嘛？你说我想干嘛？你答应我要好好做题的，这几天却早退来网吧打游戏，你要干嘛呀？你觉得我就是来网吧打游戏的？不然呢？
我就是笨，还以为你这几天成绩下降是遇到了瓶颈，还一心想着给你写口诀。其实你早就沉迷游戏里，不想学习了吧？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是你做的事情只能让我这么想。张扬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本来就只能靠着死记硬背的地方拿分，这一块还不稳当，你这个成绩绝对没有希望的。没希望你就不要管我，管好你自己，学好你自己的。可我们约好了要上一所大学啊，你这样是考不上的。我一直在为了这个约定而努力，我为了这个约定可以放弃很多事情，可你呢？你愿意上一所差一点的大学体谅体谅我吗？你又愿意为了我放弃什么？可上一所好的大学是好的呀。那如果真的考不上呢？我知道了。啊！我知道现在这个非常时期，一丁点的外界影响都会对他造成巨大的压力，自己不该不问清楚缘由就对他发脾气。但当时的我真的很担心，也很累，所以没有阻止他的离开。之后，我在网吧门口一直等到晚上，想等着他出来回来，我就跟他道歉，然后鼓励他，我们继续一起努力，这样一定可以在高考中拿到好成绩。但他始终没有出来，我就想着，明天吧，明天一早他来上课，我一定主动找他，把想说的话都告诉他。我一直在为了这个约定而努力，我为了这个约定可以放弃很多事情，可你呢？你又愿意为了我放弃什么？周周，怎么了？这么没精神？你昨天和张扬聊过了？但是聊得不太好。我本来想着今天跟他好好聊聊的，可是他没来。没事，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。走吧，先去吃饭。怎么了？那是张扬和校长，还有他爸爸。已经做完了。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应该是不会留下安迪的。这个事情我们谁都没想到会发生，但现在发生了以后，对他的学业，还有学校的声誉，确实造成了很大。混账！怎么叫你的？哎，张总，先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。这边请。说这个了，你回去吧，我调整好状态就回去复习，放心吧。你让我怎么放心？
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？害怕我们考不上同一所大学。可你好像一点儿也不担心。我为什么要担心？能上同一所大学当然最好。那如果我们上不了同一所大学呢？我们到底会怎样？如果我们上不了同一所大学，未来的4年里，我们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如果你连大学都考不了，那会怎样？那我们就做不了好朋友了。你的方法只针对很好、很棒的张扬，不针对现在的张扬。张扬，你什么意思？喂，妈。喂，洋洋，你爸昨晚晕倒了，医生说是心梗，要转去省立医院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啊，快点回来吧。你租的什么房子啊？还剩这么多？花了你500块钱，剩下的我会想办法还给你，但需要点时间。高考之后再说吧，不着急。高考之后可能也不行。留个银行卡吧，我之后汇给你。真的不用这么认真，之后见面再说吧。走了。留一个吧。我们之后可能不会再见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快写吧你。拜拜。不，再见。谁是周静毛女士啊？仅12快递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周周，你买了什么呀？我没买啊，不知道是谁寄的。你帮我查一下。嗯。这是谁买的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小迷糊，这是你的私人定制吧？说谁迷糊呢？是我买的，想送你东西，但不知道送什么好，就问了问银辉。最近我们总是熬夜排舞，这款面膜补水能力超好，对皮肤好。看看人家男朋友多贴心。我也想要这么贴心的男朋友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练舞吧。走吧。走。来。我给你跳一下。
还行吧？嗯，行。我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到张扬重新跳舞，看到他为了一件事这么拼。你真的做到了。这都是你们帮我的，是我们一起努力的。那是因为你值得他，他也值得你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们加油。哎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跳舞啊？至少我们也是彼此青春的一部分。跳舞就算了，如果有别的地方需要我，随时找我。怎么样？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是的，感觉还是缺点什么。你们看谁来了？我把于慧彤也邀请过来了。上学的时候，她作文就写得特别好，现在还是语文老师，所以我想让她给我们的故事提提意见，修改修改。其实如果你们不愿意，我就是来探探班，送点东西，不用强求。我们当然愿意，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，而且这个舞剧讲的正是我们的青春和现在，你来最适合不过了。对，而且多亏了你帮忙，张扬才能跟我们重聚，咱们早就是一路人了。对对对，咱们这么多人一起努力，一定可以的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没到位。谁啊？你。我？对啊，张扬刚提议把你加入到我们这段舞蹈里，你在我们的故事里可是主角。我不行吧？万一把演出搞砸了怎么办？校庆的时候你什么都不会，最后不也成功了吗？对，我想过了，一味的追求技巧和难度本来就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目的是给人展现出最真实、最真诚的那一面，那这里面就不能少了你。就算没成功，没人欣赏，但至少我们完成了心愿。那我一定努力赶上你们。加油！干杯！都是因为大家的努力，咱们终于拿到投资了。我计划按照张扬的框架再细化一下，然后咱们就开始排练，争取3个月以后正式公演。哈，太好了，我有一种一下子变年轻的感觉。张姐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特别像当年高一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吃饭时候的样子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像啊。哎，高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高一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当时的我跟他们不是一个班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刚认识，大家第一次一起吃饭，还玩了梦想纸条游戏，对吧？那是什么？就是每个人都写下自己的梦想，放在一起，大家互相抽，抽到的那个人呢，就是对方梦想的守护者。我记得我当初还想当空姐来着。这个听上去好玩，要不咱们再玩一次吧？那行，你们等着，我去问服务员要纸和笔。凌晨。当我睁开眼，你就在我身边，从窗子飘落的枫叶，送你当书签，陪伴着你入眠，让时间暂停，让我守护你，感受你呼吸。I will never leave,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gain, again, again。这是属于我们的约定。让你占满我的生命，让我陪你慢慢的老去。不用太多的言语，你能看清，你
是我唯一。感受你呼吸 I will never leave,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gain, again, again。 这是我们的约定，爱的证明，你在我手心。